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影片，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在新加坡的中国客工。众所周知，新加坡呢是一个非常小的多种族的国家。那因为我们的面积很小，人口也非常的少，因此呢，我们需要从世界各国请很多的外劳来帮助我们建设新加坡。用工的需求呢，一直都是客观存在的。那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年当中随着中国的经济持续的下行呢，有大量的中国的外劳是涌入到了新加坡来淘金。那一方面是因为新加坡的货币非常的值钱，比人民币是1比5点多。其次就是呢，新加坡的人均的收入也是非常高的，世界前茅的一个水平啊。因此呢，就有大量的中国客工呢，就持续的跑到新加坡来务工啊。那这大量的中国客工呢，其实一大部分呢还是比较安分守己的，还是比较吃苦耐劳的。但是呢，总有一部分人就是非常的不知道天高地厚，不懂得入乡随俗，喜欢去反客为主，甚至发表了许多歧视性的言论，去分裂新加坡这个多种族的社会。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最近2天在 TikTok 上面看到的一个中国客工发表的相关言论。好好的一个华人餐，整的全是什么印度、什么荷兰人，对吧？你瞅瞅这，咖喱味的这，弄个这，我天哪，吃都吃不下去。也没人投诉。以上这一段影片呢，是我无意当中在社交媒体上刷到的。我当时看到之后非常生气。那这一名客工呢，其实根据新加坡的这个多种族的社会来说，他已经是违反新加坡的法律了。就是他以上的这一段言论，就是充满了满满的歧视啊，就歧视我们的印度裔和马来裔的同胞。就是说他到我们的 Hawker Center 去吃饭，他应该是一个中国客工啊。那通过他的配文和他所阐述的内容他的配文是说黑佬做的华人餐。你看他把这些印度裔和马来裔叫做大黑佬那就是一个非常歧视的言论。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的社会，它不是一个华人的社会我们是反复强调了很多遍。但是呢，有很多的中国人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懂得什么叫做基本的尊重。他作为一个客到新加坡来淘金来务工，你最起码的应该尊重当地的社会，尊重人家的种族和谐吧。他以上的言论真的是已经是犯法了，是在分裂新加坡的种族。他作为一个中国客工跑到新加坡来歧视新加坡的马来裔和印度裔他那种满满的优越感，说我只是想吃一个华人餐居然是一个大黑佬做的华人餐，然后还满脸嫌弃的说这个咖喱看起来很恶心，诸如此类的那如果说他不想吃马来餐、印度餐的话，那你就跑到 Chinatown 那边去点那些你们中国人自己人做的这个中餐嘛。那你为什么要去点这些马来裔和印度裔的同胞制作的食物？点了之后，然后你再拍这样的影片发到社交媒体上，配上这种有严重诋毁和歧视性的言论的影片呢？这样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就是有很多的中国人他们出国之后经常会大言不惭的说其他国家的人都在歧视我们，都看不起我们，都是故意的在针对我们中国人。其实现实却是最爱歧视人的，最爱发表歧视言论的往往是中国人自己。因此我真的想郑重的提醒一下来新加坡务工的中国劳工或者是中国游客，千万不要来新加坡发表这样的歧视性、破坏种族和谐的言论，这个会把你送进监狱的。因为在新加坡，我们都是新加坡人，是不分种族、不分肤色的，也不分宗教的。我们是不同，但是我们要对对方有最起码的尊重，这个是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说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你真的不适合
来新加坡啊。那影片当中的中国客工呢，他是以华人自居，说只想吃一个华人餐，他有一种满满的优越感。虽然说新加坡不是他的国家，他只是一个外来务工者，但是因为在很多中国人，特别是小粉红的心里啊，觉得新加坡70%以上都是华裔，所以说他们就给新加坡冠上了一个华人的国家、华人的社会。当你和华人这2个字扯上关系的时候，这些无脑小粉红就会马上用祖先论、人种论、肤色论、语言论来碰瓷和绑架。所以说现在新马两地也彻底的被这些中国的小粉红给道德绑架、文化绑架了。他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管你和中共国到底有没有关系，他只要说你是华人居多的，那你就是我们自己人，你就是我们中共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是一个非常荒谬、非常可怕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当这些中国客工跑到新加坡来之后，他居然想反客为主，居然反过来歧视我们少数族裔同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夸张了，这个是任何的新加坡人都不可以接受的一个行为啊！其实说到底，这些人他本身在中国就属于底层的人，但是他跑到新加坡来之后呢，却莫名其妙的有了一种优越感，有了一种人种的优越感。其实中共国人他们骨子里不单单是有奴性、有自卑，他们还有一种莫名的狂妄，因为他在中共国嘛，就是长期的被打压、被压制嘛。它是一个阶级的社会嘛，那现在他去到了一个他觉得你的肤色是比我暗的，所以说我比你高级啊，我是华人啊，你是这个印度裔、马来裔啊，他就是非常的简单粗暴的按这个肤色和人种来为其他人划分的等级，他把中共国的那种阶级意识、那种奴隶的制度也带到了新加坡来，他就以这样的一个逻辑思维再去划分新加坡的369等。所以说为什么我说就是反共的时候一定要反那些和中共有一样的意识形态、被中共彻底洗脑的中共国人，就是这个原因。这就是一个极其具象化的例子。所以说中国人他们在海外遭到歧视、不受欢迎，因为他们根本都不懂得去尊重人家，他们要先去歧视人家、冒犯人家。所以说他们所遭受到的待遇就是他们去如何对待人家的方式，人家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啊。这些在中共国被压抑、被打压、被剥削的中国人，但是一到海外之后他马上就报复性的反弹，想做一个大爷，以同样的招数去霸凌和贬低其他国家的人，这样的行为在任何的国家都是无法接受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我之前的影片当中说了，其实大部分的中国人是不适合民主社会的，因为你看他们到了民主社会之后，还是满满的阶级主义，满满的奴性，他们想要的是特权，他们想做的是大爷，他们所追求的从来都不是尊重和平等，而是把其他人以绝对的优势践踏、踩踏在脚下的优越感。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一个劣根性。OK， 好了，以上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就我刚刚刷视频，然后突然想到了，就是我们中国，为了新中国成立牺牲的那些先辈们，那些牺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人，他们在牺牲的最后1秒都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成功啊？